你一開始要看哪邊？我看那邊。好，我們開始嘍。對，那就沒有上當了。我記得我講說，他轉過來就是打破醫美繆斯。歡迎收看《打破醫美繆斯科普醫美新知》。不是，這個是打破醫美繆斯科普醫美新知是另外一個節目。哦，是哈。哎呦，還沒有講清楚啊。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？就是小心，這不是嘴邊肉。大家知道我處理嘴邊肉處理非常多，我們之前的節目有聊到說，到底嘴邊肉分哪幾型？那今天的節目要討論哦，有一些東西呢，你會以為它是嘴邊肉，可是它不是嘴邊肉，就有點像最近不是網絡一直在傳那個，我們都知道他在說謊，他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在說謊，但是我們也知道他知道我們知道他在說謊，但是他並不 care， 他知道我們知道他在說謊。一定要这么饶舌嗎？強制產品對位，劑量精準數枚，沒效的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不管是男生或女生，都很討厭這邊掉一塊肉下來，不好看顯老。我們都統一它叫嘴邊肉，可是事實上哦，嘴邊肉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哦，我們的嘴邊肉哦分成這3個。這個是我發表在一些國際的演講上面了。我們的臉分成3層哈，表層皮膚跟皮下脂肪，底下的筋膜跟深層的脂肪墊。第一型的嘴邊肉就是淺層掉下來，第2型的嘴邊肉就是深層的脂肪墊掉下來，第3型的嘴邊肉就是中間那一層的筋膜垮下來。我們依據解剖、依據結構、依據老化的原理，把嘴邊肉分成這個3型。如果大家好奇的話，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尋嘴邊肉，你可以看到，一般第一個跑出來的嘴邊肉分哪3型，那個影片裡面就有解釋，然後裡面給大家看一些術前術後的照片，就是這個嘴邊肉為什麼要分這3型，因為你一定要根據它不同的形式、不同的原因去處理它。最近因為看到各國元首上台講話，所以我收集了很多的元首的照片來給大家看一下。各國元首通常他們年紀都比較大嘛，所以多少都有一點嘴邊肉，對吧？那這位是誰啊？是新加坡的總理啊。你看一下他是什麼問題？他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嘴邊肉？像他這一種嘴邊肉啊，好，就是屬於第1型跟第2型的嘴邊肉。它是深層的脂肪墊垮下來，加上皮膚本身有鬆弛的狀況。哦，這個是一個很單純的狀況哦，就是1、2型的嘴邊肉。這位大帥哥哈，我想應該很多人都看過他，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，非常的帥哈。你看我們現在姿勢跟他同樣，是不是有點像？好，馬克宏哈，他是以帥哥著稱的啦。很多人會說，那他有沒有嘴邊肉？好像感覺上這裡有一點點。這個是嘴邊肉嗎？大家會說，他不是在嘴角旁邊有一個微微的凸起，這不是嘴邊肉，這是什麼？我們剛剛說過，嘴邊肉分3型哦，分別是淺層的皮膚的鬆弛。第2型是深層假脂墊掉下來，第3型是筋膜垮下來。那這個是什麼？基本上其實這個不是嘴邊肉，這個叫做窩軸。我們看看什麼叫窩軸。這個照片是顯示我們中下臉的表情肌肉，大家有看到嗎？這裡有一個點。我們的窩軸事實上是臉部7條肌肉匯集的地方，包含口輪匝肌、降口角肌、笑肌、大颧骨肌、鼻上唇角肌、鼻上唇肌，還有我們的頰肌，這7條肌肉匯集。為什麼我們可以記得這麼熟？因為我每天都愛弄這個東西，對，我有點構造太熟了哈。窩軸它既然是7條肌肉匯集的地方，那我們可以把它去掉了？當然不行，因為你把它去掉的話，你的臉表情就會很僵硬。所以事實上我們在做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借由一些處理方式讓窩軸沒那麼明顯，但是它沒有辦法讓它完全不見。像這一種形式的這個窩軸，容易讓人誤以為說它是嘴邊肉，因為事實上有些人他的窩軸會特別大。那特別大的時候，在嘴角這邊就會在某個程度上會讓你的墨紋的確會比較明顯。這個時候你就要弄清楚，這一塊真的是嘴邊肉嗎？如果它是窩軸的話，你不能單單靠拉提讓它不見，我們還需要加上一些其他的方式。這在我們另外一集窩軸的影片一樣，你到 YouTube。你到油管上面去打窩軸2個字，你就會看到這個方面的解釋。因為好像沒有任何其他醫師在解釋這個構造問題，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弄清楚，因為現在外面有很多的醫美或整形，它是靠話術在銷售課程。你要怎麼去分辨這些東西是假的還是真的？你自己也一定要有這些正確的知識。所以這個叫窩軸，不是嘴邊肉。這一位是墨西哥總統。墨西哥總統他也很帥哦，長得有點像馬克宏哦。你看起來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嘴邊肉是這樣嗎？其實不是哦。大家仔細看哦，因為它這個地方局部有一個凹陷，
所以你會覺得好像他嘴角這個地方，稍微有一點點的凸起，那這其實是因為他有酒窩。當一個有酒窩的人啊，他笑的時候，這裡不是會凹下去嗎？年輕的時候，你的皮膚組織中層、深層、淺層都是緊緻的，你的酒窩它就是一個窩而已啊。可是隨着年齡的老化，酒窩會慢慢的變比較長，你就會誤以為說這個是嘴邊肉，事實上這是酒窩造成的，它並不是真正的嘴邊肉哦。如果同樣有酒窩的人，他隨着年齡越來越老，會發生什麼事？我們來看一下，這位是澳洲的總理啊，他其實年紀更大了哦。你可以看到，他本來也有酒窩，酒窩哈，在年輕的時候它是一個點，隨着年齡你會發現這個酒窩它會越來越長。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哈？它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臉頰裡面的這個頰肌，它跟我們表面的組織有一個粘連的狀況，所以當這個肌肉收縮的時候，就會讓皮膚凹進去。這就是酒窩的成因。隨着年齡老化的時候，它粘連的部分怎麼樣，就會越來越長。再加上你每天笑啊、講話，這個酒窩一直拉扯，一直拉扯，原本微微的凹就會裂成一個像峽谷一樣的一個縫。這個時候就會讓你的臉頰看起來怎麼樣，就沒有那麼平順，你就會覺得，哎，這個是不是嘴邊肉？事實上，它不是單單的嘴邊肉，它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你的酒窩。所以如果要處理，我們就需要把這個酒窩粘連的部分要稍微把它分離，這個時候你的臉才有辦法拉得平順，才不會這樣凹凹凸凸的。但是代價是什麼？你的酒窩可能就會變淺，甚至不見。坦白說，這個時候的酒窩對你而言已經沒有加分的作用，已經變成是讓你的臉凹凹凸凸的一個問題。這就很像哦，有些人啊，他覺得笑的時候有一點貓咪紋哈，他會覺得有點可愛。年輕的時候，但是年紀大的時候，這有一條紋，慢慢它跟淚溝連在一起就顯老。酒窩也是一樣，你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。事實上，嘴邊肉問題是超乎你想象的複雜。我們接下來看幾個 case， 我們來看一下，這位是南韓總統哦，文在寅，他臉這個地方，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紋，笑紋、窩軸。他原本呢，這裡有一點小酒窩，你去看他年輕的照片，這裡有點小酒窩，這裡是因為韌帶鬆弛造成了另外一個凹痕，所以你就會看到怎麼樣，凹凸、凹凸、凹。文在寅他年紀還沒那麼大哦，所以看起來還沒那麼明顯。如果年紀更大的話，會發生什麼事？這是厄瓜多爾的總統哦，他的狀況跟文在寅非常的像，但是他所有的問題都变得更嚴重了。我們看他有什麼問題呢？還有笑紋、窩軸、酒窩年紀大了就變長了，加上呢，他有第2型的嘴邊肉，再加上呢，他有第3型的嘴邊肉，所以你就會看到他的臉怎麼樣，凹凸、凹凸、凹凸。像波浪一樣，那這就是更嚴重的問題了。這個在處理的時候，就不是單單靠拉提處理而已，我們就要做什麼？我們要做3層次拉皮，把淺層的皮膚跟皮下脂肪收緊，改善筋膜的鬆弛，改善深層脂肪鏈的下垂，再從嘴角這個地方做一個雙向拉，兩邊這樣一拉，這些紋路它才可以讓它大幅度改善，你臉才會順，才會好看。所以你可以看哦，嘴邊肉一個很簡單的詞，它其實很複雜。您看我們開了幾千台刀了，有時候為什麼這個用這個方法，有時候為什麼要搭配那個方法？客人來都是抱怨嘴邊肉，可是事實上它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要複雜哦。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它的原因，沒有弄清楚它的原因，你是沒有辦法幫他處理好這些問題的。這個是意大利總理，他的問題在哪裡呢？我們來看一下。嘴角下面這裡一塊三角形的肌肉哦，這個很少人會表現出來哦。蝙蝠俠也有，對，蝙蝠俠他也有。大家回去看那個班奈弗雷克小班哦，他演的那個蝙蝠俠，這裡有一塊三角形的肌肉。這塊肌肉呢，它不是嘴邊肉，很多人哦，他會以為這裡嘴角多了一塊，它也是嘴邊肉一部分。事實上哦，它是這一塊東西，這一塊叫做降下唇肌，在我們嘴巴下面這裡有一塊三角形的肌肉。可是為什麼有的人有，為什麼有的人沒有？這就像有些人天生他肌肉比較大，有些人他肌肉很難練得起來一樣的道理。這個降下唇肌它會造成這一塊三角形，但這個不是嘴邊肉，沒有辦法靠拉提去處理。所以除了酒窩，除了窩軸，除了這一塊降下唇肌，還有一個特別的問題要跟大家提。常常很多人他會說，我可不可以讓臉完全是 V 的？
這個人是翁山蘇姬啊，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很久沒看到他了。翁山蘇姬他有一個問題，一般的人啊，臉的骨頭應該是這樣子這樣過來的。可是呢，翁山蘇姬呢，下巴的側緣這個地方有一個骨頭微微的一個凹陷，那這個叫什麼？這個叫 preaxial sulcus， 就是我們的嘴角旁邊這裡骨頭呢，它不是像這樣很平順的過來，而是這裡有一個凹陷。那這裡骨頭有特別這樣的一個凹陷的人，他就很容易有一個狀況因為他這裡骨頭這樣凹去，所以這一塊骨頭就會怎麼樣，顯得有點微凸，然後就會讓他的臉看起來好像這裡就多了一塊肉。那這個其實不是真正的嘴骨肉，這是因為骨頭本身長得沒有很平順。嘴邊肉我們也常常在聽，很多的院所他會強調說啊，打音波電波就可以了，或者告訴你拉線是萬能的。事實上，每個療程、每個做法都有它有效的地方，也有它沒效的問題。我們一定要弄清楚，關於你自己的臉，同樣都是嘴巴旁邊的問題，真的都是嘴邊肉嗎？弄清楚這些問題之後，你才可以選擇對的治療方式。OK， 哪個嘛？速寫。哦，這麼快？你在畫什麼？跟大家分享一下張帥版的茉莉公主。為什麼？我的坐姿跟她有一點像嗎？有一點像，非常像，對我來說。好，最後要跟大家講，來，沒笑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了哦。那對了，他是我們護理長。大家好，飽受摧殘的護理長。大家都叫他哈比人。好，今天節目到這了，拜拜。按讚分享，在直播下方幫我們留言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加入我們 LINE 跟 WeChat Renew Clinic， 謝謝。拜拜。嘴邊肉是每個人都不喜歡的問題，不管你是男生女生，不管你是輕熟女還是熟女。我想問大家的問題是：你認為嘴邊肉 A 只要打小指針，或是想辦法把它拉上去就可以解決了，還是 B 你要先弄清楚你臉的嘴邊肉它是哪些問題，然後根據這些問題選擇最適當的治療呢？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給朋友，你跟我們說，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。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這裡嘍，拜拜。
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